美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大家还记得当时川普讲说，美国的军火是绝对充足的，爱打多久打多久，绝对用不完。就没讲这个话，没讲完几天啊，他就去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给搬走了。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这个事故了，从一开始他先隐藏了这个事故的规模，然后希望能够平息下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粉饰太平。现在以色列他连公共卫星的管道都关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公共卫星去看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福特号重挫之后，现在撤退当中。另外，惊爆的是200名的海军受伤。再来，我们要关心的是美军想要控制荷姆兹海峡，这一次动用的是这个重型的炸弹。这个是 GBU-72，防空也没有用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再来，现在伊拉克希望通过荷姆兹海峡，是拜托伊朗来放行他的油轮，代表现在荷姆兹海峡主要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握有控制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中东现场的最新消息。美军最先进的它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前几天美军的官方一开始只说呢，小火灾，总共是2个人受伤，但是来自于外媒这个路透社最新的披露说，有关于福特号的讯息，当时的火势其实非常大的，波及到100个驻仓，造成了上面200名的官兵受伤，甚至已经被迫撤离战区，返港来做维修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单一事故是美军战力体系的一个重大的警讯吗？为什么现在路透社所公布的数据跟美军当初公布的数据有这么大的落差？美军有没有在刻意的压低损失？那么对外公布的种种数据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委员怎么看？对啊，其实因为美国在最近这段期间哦，那么对用英文叫做 overuse 哦，就是他们的部队哦不断的从这里调度到那里，又从那里部署到这里哦，然后在全球频繁的开辟各个战场，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这几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哦，我相信都已经很疲乏了。我觉得基建疲乏，人员也疲乏。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部署在这个现在的位置已经部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这场战争在持续的天长地久打下去，其实先不要讲说它的基建后勤补给了，你光讲它的人员心理状态是否健康，都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那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不要说美国在压低损失，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压低损失。大家还记得当时川普讲的什么话吗？川普讲说，美国的军火是绝对充足的哦，爱打多久打多久，绝对用不完。就没讲这个话，没讲完几天啊，他就去韩国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给搬走了。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你当时不是说你的军备相当充足吗？你飞弹多的是，飞弹库这个口袋深得很啊。结果居然三下五下，你就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要拿来支援了。那显然美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这个事故了，从一开始他先隐藏了这个事故的这个规模，然后希望能够平息下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掩盖不住了。你就会发现说，福特号这一次所受到的这个伤害，远远不是当时所讲的那么粉饰太平的说法。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一次福特号重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重创就对了，然后莫名其妙200个这个海军士兵就受伤了，然后莫名其妙大家就要睡在船舱上。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这么脆弱的话，那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了。所以到底福特号为什么受创？目前为止，我认为啊，就这到你说有一点阴谋论的这个推测，也许吧。那么就是在美国没有公布之前，真相哦，到现在恐怕还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哦？因为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粉饰太平。各位知道，以色列现在在全面的限制记者进入报道，能够进入以色列报道的这个媒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有限的地区。甚至这个像某一位这个 CIA 的资深前研究员哦，他在这个媒体上公开讲，他说现在连以色列他连公共卫星的管道都关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公共卫星去看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以色列到底受创多严重，到底死伤如何，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跟美国一样，完全搞盖牌这件事情了。所以美国在盖牌，以色列在盖牌，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开始强烈的怀疑，你们的损失，你们所受到的冲击，绝对远远超过你们对外所公布的数字嘛。
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的损伤哦，现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军当初所公布的数字。那其实呢，刚刚讲了嘛，美军他这一次的攻击也特别希望能够去掌握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了，所以最新他也首次的出动。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这款武器，重型的钻地炸弹 GBU-72，目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沿岸加的这个加固飞弹基地。好，这个炸弹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哦，重量5000磅。然后呢，它的功能是专门打击地下的掩体跟这些加固的设施。这些武器当初就是为了要摧毁硬目标，但是问题是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其实现在更具威胁的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些其他的武器，包括了有水雷，来自于伊朗的水雷、无人潜航器、快艇、狼群跟火箭炮，这些成本比较低，但是高杀伤力的战术才是伊朗目前的杀手锏。那 GBU-72到底它的特点跟战力如何？然后单是毁掉这些陆上设施就能够拿下荷姆兹海峡吗？夏伟主编怎么看？其实当然，我们这边先看一下 GBU-72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当然，后面的答案先讲。你要说美国单靠这个炸弹去把波斯湾的北岸炸一炸，然后就能够重新获得波斯湾的这个控制权，我看难度不低了哈。只能先这样讲。那 GBU-72它当然是有一款由战机投射的空投的这样一个卫星定位炸弹。然后而且因为它 GBU 就代表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具备这个卫星定位，甚至于还可能具备就是雷射导引。那像以美军的现在这种大型的炸弹来说，它都同时具备卫星定位跟雷射导引。那有一些是专门雷射导引，像比如说比较传统的 GBU 的这个炸弹，对，它本身上面有个雷射导引头，但它不具备卫星定位。那有些炸弹它是同时又有卫星定位，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它还可以随着这个最后接近目标时，如果你这个目标在动，我可以用飞机上面的类似像神射手夹章去标定你。所以你最近看到那种很多这个美国中指部出来的这个影片，你会发现它那个黑白影片，那个就是那个红外线的这个 EOIR， 也就是所谓红外线成像这个影片。但是你会看到，中间老是有一块亮的，那个就是雷射标定器照在上面反光的那个影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炸弹本身它是个双导引，但是也就是说它的准头可以说非常高。但问题是，今天你伊朗沿着荷姆兹海峡这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岸，它布下了多少的这样一个反舰飞弹发射器啊？今天那个炸弹非常重，一颗5000磅，而且它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触到地面就马上爆炸。它因为它本身这个炸弹有这个装甲防护，所以它通常在由这个空中坠往地面之后，它还会再往下钻，大概钻个这个30-50公尺之后才爆炸。它希望在爆炸的时候，除了它的这个本身的爆炸能之外，另外还可以透过它的爆炸能引发一个小的地震，把这些底下这些掩体等等给它震裂震坏，然后甚至垮下来。这个是它这次用这个 GBU-72这样一个5000磅的所谓叫做碉堡克星这个炸弹它所想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但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记得2月28号那天来录这个周末版的时候，它其实我那天就有讲，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时候猝然动手，它本身的准备应该不是那么的充分，因为第一，它甚至连集中到中东地区的军力跟第2次波湾战争，我们看到2003年这个第2次波湾战争，当时美国为了要发动这个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所以周边相当多的国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全然的支持，所以那个时候美军它因为那个状况，所以它动用了5个航空母舰东地中海2个，然后那个波斯湾3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当年美国动用到军力其实是今天至少2倍多那但是那个而且都还打了那么一大段那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说今天美国要单凭它现在集中在波斯湾军力，没错，美国现在对那个伊朗来说，它的海空兵力是呈现一个一面倒碾压的优势，这个是大家我觉得都不用怀疑的，美军的科技优势在这个地方体现无疑。但是今天你要打的目标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就变成说，特别伊朗要用来封锁波斯湾的话，对不对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它可能就透过在那个荷姆兹海峡那个北岸这些伊朗的这些那个地形中，它把这些飞弹藏在悬崖峭壁绝壁里面。我今天我真的你美军能够打，你真的能够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点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长
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好从伊朗角度来说，再加上刚刚那个大仙兄有讲，他今天封锁荷姆兹海峡，它不是一个单一手段，它不仅仅是有单一运用到反舰飞弹，它甚至还可以运用到包含类似像水雷啦，或甚至于自杀小艇啦等等。虽然这些东西好，美军可以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一个打一个，但是伊朗这些东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样，有点那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上来讲，很显然的一件事，美国当初并没有做出最万全的准备，而是因为情报使然，也就是说当他们接到讯息说这个2月28号这个哈米曼尼这个要召开会议了，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就被以色列这样一推，然后就去打了。所以其实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他整个这个军事那个准备没有完成的时候，就猝然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而且其实以伊朗来讲，它的整个军队的规模，或者它能够作为反抗的这个那个基地来说，是伊拉克的非常多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透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战场。好，美国的整体战略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那导致现在是也收尾也收不了，荷姆兹海峡的问题更是短时间无法被解决。那是不是连中东的其他国家现在也知道美国是没有办法可以掌控现在尤其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了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是伊拉克最近他的这个油轮想要通行在荷姆兹海峡，结果呢他不是去找美国这边谈，是去跟伊朗求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部分的油轮安全的通行过去。要知道伊拉克在这边是驻有美军基地的，但是他也不靠美军护航了，直接去找伊朗谈，是不是代表他觉得现在伊朗才是主要在荷姆兹海峡的主导者呢？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专家特别做了一些警告，这是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说的，护航是无法100%确保安全的，军事协助也无法长期的持续非彻底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到底谁掌握荷姆兹海峡的生杀大权？美军现在想要清除伊朗的威胁，困难度，干哥又怎么看？好，那如果说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尼真的是确定身亡的话，这件事情就更难办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你的谈判对象是谁，所以说伊拉克他为什么会去直接找伊朗去谈？因为找你美国谈没有用啊，对不对？我要过去啊，我的邮轮要过去啊，我最好还是跟我的仇家讲一讲吧。为什么？伊拉克跟伊朗他们是世仇，1980年代他们打了8年的战争，可是他们打一打，老实讲一句，有时候也可以打出一些心得出来。所以伊拉克干脆，因为坦白讲，石油出口也是伊拉克的命脉，伊拉克的油田很重要，所以他干脆去找伊朗的相关官员来，就说拜托，我们过去的时候几点几分，你们不要骚扰，好不好？让我过去，好不好？那别人我们管不了啊，别人的船呢，卡达的杜拜的阿联大公国的船我们管不了，我只管得了我自己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想着说，这件事情找美国是没有用的，加上美国要求这些盟邦来出兵那个不叫出兵那叫出船来护航，这件事情都被大家给拒绝了。那伊拉克更会觉得说，找你真的没有用所以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就说，就算你派出了护航舰队，你也不见得，因为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以前2次大战的时候，护航最重要的是护航是防德国 U 艇U-boat， 那像那样子的护航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成功。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低成本，然后具备有水下这些这个航行器的成本，水雷其实它的那个价钱都很低，但是它的范围很大，你要清楚的把它给扫干净，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伊朗到现在没有全面部署但是你要逼到它全面部署的话，那是会发生的。我们再来讲一下福特号的情况，福特号200名官兵受伤啊。对，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大家会想说受伤而已又没死啊，没关系，你错了。那对整艘船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已经部署到福特号现在派驻到海外已经超过10个月。那个思敏，我告诉你，一艘航空母舰派出去，最多半年之内要回来。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可能物资缺乏或等等，是官兵要轮调。他必须要轮调，不然会发疯。所以你说他200名官兵受伤，受到大部分都是呛伤，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在网络上面早就疯传了，
福特号90%以上的马桶出问题。马桶为什么会出问题？哦，因为他们的管线当初的设计太窄了，结果他们说，本来在造船的过程之中，他们用的是新工法，认为说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解决不了。你知道吗？现在排队上厕所要花45分钟，那又是一个心理压力。所以大家要知道说，福特号它现在马上被好，美国地中海舰队说回来，你回到希腊的港口来。那谁要去补这个缺呢？布希号，但是他还在路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是说川普认为我的海军很强大，但是你要前进部署的时候，你都是照你的个人的意志去做的，都没有想到后勤跟得上跟不上。所以福特号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之后，他要退出前线部署，由另外的航舰来补。所以其实美军在前缘的这个兵力已经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呢，还用了这个 GBU-72炸弹。GBU-72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开始我们说它也是钻地弹，其实 GBU-72炸弹，它跟我们以前讲过，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吗？那个炸弹之主，那叫 GBU-57，那是14吨级的。那这个呢，那只是小儿科了，它只有5000磅，因为那个炸弹之主它是25000磅，这个是只有5000磅而已。那可是这个炸弹比较新，所以说你要用这种炸弹去对付比较平常的目标，而不是像伊朗核设施这么大的目标。那这个 GBU-72，老实讲一句，它当然固然是很有效，可是用这种炸弹来去对付伊朗的那些飞弹阵地的话，恐怕是大材小用。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在前线的那些兵力的配置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我总觉得川普会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他的将军马上就会跟他回报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这场战争你要再打下去吗？恐怕有很大的问题。好，中东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今天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700枚的飞弹、3600架的无人机狂轰哦。那么美军的战损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帮观众朋友一起做整理，包括了7架的加油机受损之外，战损现在真的是狂飙。纳坦雅胡的部分，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不是遭到斩首了呢？因为人消失了好一阵子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伊朗它出了一个最新的攻势，也就是针对以色列又狂轰了700枚的飞弹、3600架无人机哦，朝着以色列发动。那么我们来看到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还有它的资产跟以色列内部的战略设施都是受损的，这个是在它的伊朗的打击范围内。赶快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数字损伤，来自于伊朗的说法，美国跟以色列部队的死伤人数已经达到了伊朗估计5000人这么高。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最新给的数字是13名的美军士兵阵亡，140名的士兵受伤，当中8个人是伤势最为严重的，这个是在这个军人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也有哪些的损伤呢？主要的都是这些美军的核心的战略装备，现在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架的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丧生。另外一个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空军基地了，5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一样是遭到攻击之后受损。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撑不住了，原因就是因为真主党对以色列狂轰，总共是200枚的火箭、20架的无人机。那么伊朗革命卫队甚至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活着，维持继续追捕，并且会杀死他。但是现在有关于纳坦雅胡到底人是否已经遭到斩首的说法不一，因为有各种很奇怪的影片。首先是纳坦雅胡最近公布了一个影片，是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了6只手指头，所以大家就在看说这个影片是造假的吧？是否是 AI 做成的？再来，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影片，是纳坦雅胡他人在一间咖啡厅前面手握着一个咖啡杯，但是呢，他的这个指头上面第4根手指头还有一个戒指，但是在这个画面上拍摄的时候，这个戒指的高度一直不断的移动，所以呢，网友就说这个也是 AI 所制作成的影片吧？还有咖啡厅的时间
现在看起来也都跟不上，对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委员有关于死伤的。伊朗说美军死伤5000人，美方只承认13死140伤，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再来就是美军的空军的加油机近期频频的受挫，代表伊朗找出美军的最弱点了吗？委员怎么看？从俄乌战争，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哈，敌对双方一定会夸大对方的损失，然后这个隐藏自己的损失，这很正常的哈。那伊朗革命卫队说，美国、以色列的部队死伤人数有5000人，如果包括以色列部队，不晓得，因为以色列也没有提到他哪些部队被攻击到，因为他并没有这个真正的部队进入伊朗。那有损伤应该是在黎巴嫩的这些地面跟部队吧。那美国呢？美国的死伤人数应该不会太多，原因是什么？他找到空城计，大概测的差不多了。只有那两个几个6、7个在伊拉克的傻蛋，听到说，哎呀，无人机来了，嗡嗡嗡那么大响，他还觉得没什么、啊，就被炸了。所以比较特殊的案例哈。那美国有没有死亡那么少？可能也不会那么少哦。但是你现在根本无法去查证，但是这个不影响双方面的战力，这一点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哈。那你说美国的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个被炸，那个被炸，好像军事资产赔很多，这一点钱对美国还 OK 啦。但是以色列的战略的设施到底损失多少，并没有可验证的资料哈，所以我们可能再看一下。那美军啊，有所谓的6架受损，1架受损，对美国是没有影响。大家可能不晓得，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有多少？560架，所以这一点对美国还不构成为难。因为全世界哈，这个空中加油机现在看起来，美国有560架，中国有30架，俄罗斯20架，日本10架，大概这样的比例，所以7架还好，就是那其他的所谓的真主党啦，等等啦，这个。这纳坦雅胡有没有活着或有没有死，我不太确定。不过纳坦雅胡也应该准备去当无缝啊，比较实际啊。我这样讲川普、纳坦雅胡啊，跟那个伊朗的领导人，不管哪一个，都是疯子，都是疯子。那既然疯子跟疯子打架，我们就看热闹就好了。好，这是有关于纳坦雅胡至今到底他的生死，杨老师又如何看？那另外就是川普也放话，他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可能已经死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已经进入到心理战了吗？杨老师怎么看？为了战争的时候，这种心理战或者是宣传战，这也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嘛，影响士气啊，影响国际上的支持啊、判断啊，最重要。它也影响股市跟投资嘛，因为这个战争它又牵扯到的是石油跟经济。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西方社会美国大概在这种宣传跟我们讲 propaganda 或者是 narrative 一个是比较听起来负面一点，另外一个是一种论述的建构。美国似乎已经不是完全主导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叙事大概。他的盟邦国家已经不太买单了，他自己内部其实也是分裂的，不太买川普的这个说法。因此，就有《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的战争，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内塔尼亚胡10月7号要进行选举，在战争发生之前2月份的时候，连续的民调其实对他的这个政党维持。就是多数并不利，那因此你就看到2024年的时候，连续2次他想要引拜登政府进来帮以色列去打伊朗，他没有成功。那个一次是在叙利亚打伊朗大使馆，另外一次是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的领袖。可是你看去年到现在，他2次成功的引导川普介入跟伊朗的战争，而且等于是直接攻打。去年还好，只是打所谓的核子武器，打完这就停下来，好像还言之有物。那但是呢，今年其实这种斩首到现在，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
双方都对这个领袖在做一种所谓生死的这种猜测，这也可能在战争当中的的确确是有受伤。那个影片呢，我也看了一些报道，的的确确有一些很应该被质疑的真的是前后不太符合，而且影片他那个6根手指头很明显，所以他后来在数手指头是告诉你我手指头很清楚啊，可是呢他那个戒指又不断的变动，不过那个可能是拍摄角度有各种的说法，所以你就看现在已经变成宣传战、心理战了。变成就是在主导这个至少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可是它会不会影响到真正地面跟这个空中的轰炸呢？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是有限。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战争要怎么去进行。好，那舰长又如何看这一次这个伊朗它的攻势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打到美军基地，打到了驻外使馆，打到以色列各个城市等等。如果我们来看纳坦雅胡的在咖啡厅的那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它是后面有一个看板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希伯来文都不太了解，可是就有网友把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在旁边，发现那些字不是希伯来文。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戒指有位置有问题之外，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了。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不断外溢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那被无人机攻击的照片啊。那但是我们赫然发现啊，原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顶楼上面是有雷达的。这个是 Saab 公司的 Giraffe X1 的这个雷达，也就是这种小型的雷达，它150公斤，那它在4公里之内的所有的小型目标，它都可以侦测到。所以美国早就已经预警说，未来在中东它要遇到的问题，未必只是弹道飞弹而已。可能他要遇到的是更多的这个无人机。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呢？是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断的公布，例如说像这一种可以发射鱼雷或者是飞弹的小艇，还有水雷的这种小艇，那它都使用各种的飞弹进行攻击。可是你觉得它的价格是对称的吗？是不对称的。那也就是如此，然后而且呢，它这一种小艇到底有多少艘嘞？那当然啦，我们来看，如果在战前的话，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眼看不完啦。那一眼看不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最近跟着伊朗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这同样的这种小艇，它也已经有一部分放在它的一个地下掩体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水雷啊。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之前讲到那种 AI 的电动水雷啊。那个我们接下来讲说啊，为什么这一场战争其实也等于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遗绪，也就是当时不注重俄乌战争战场的一个形态的改变的国家，现在就在吃大亏，那个就是美国。他一直认为这种精准武器很好用，但是精准武器实际上来讲非常昂贵。那现在为什么他在中东打得那么准？是因为他也没办法反击。我们看一下啊，有关于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对于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是什么？是美国把所有的飞弹通通集中在以色列。为什么集中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飞弹是有限的。那可是对于这一种无人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的那种布雷的，或者是我那种布雷的小艇，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无人的水面艇，然后直接去撞击，其实那个造成的破坏更大。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战争如果用以前的装备的话，其实可能就要吃大亏了。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呢最近传出了非常多美军伤亡的数字，那么我们在最新的数字现在统计又再添13人阵亡了。这个数字让川普也是吓了一跳。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喊美国赢了。那么伊朗的部分则是出动了最强飞弹狂轰美军基地，这一场战事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
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第2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它的战略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2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2个战略目标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1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2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了，消灭了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就会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同盟，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3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
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哦，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它用它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这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1000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饶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另外2架14B，
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啦，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都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一段时间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的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这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就会中东称霸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兹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但是他也开始有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兹海峡了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种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6个人呢，我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那现在在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多少？9700次，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哎，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
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哈。但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哦，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那尤其是在威胁荷尔木兹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等国的这些油轮泰国都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佩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大的盘算。